有缘人，你是否容易被周围的声音、光亮或气味刺激？别人盯着你做事的时候，你是否会更容易变得紧张，导致表现比平时更糟糕？听音乐的时候，你是否更容易情感带入，因此而流泪？是否总是习惯选择坐在角落，敏锐地察觉他人的情绪变化？你是否常感到敏感、焦虑，情绪难以控制，甚至患得患失，缺乏安全感？当听到他人的评价时，会不会陷入自我怀疑？如果这些描述和你相符，那么恭喜你，你可能属于世界上仅占 15% 至 20% 的高敏感人群。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高敏感人群这个词？这个词语也许你没听过，但在你周围可能有不少这样的人，可能你自己或者你的朋友家人就是高敏感人群也说不定。现在我们就来探讨这个话题。接下来的影片有点长，但耐心看完，你会从中收获许多启发，所以请放下手头的事，仔细地聆听。一、什么是高敏感人群？高敏感其实是一种天赋。高敏感人群是大后期人格。高敏感度人群 Highly sensitive person 主要定义是指对人际以及外在事物有超强的敏感度，而容易被情绪淹没的一群人。同时爱好独处，讨论深刻的话题，常常被评价为想太多，对气味、声音敏感，过于敏感，玻璃心，难以被理解，谨慎，感情充沛，认真，富有同情心，共情能力强，心思细腻，道德感很高，共情能力强，避免冲突，追求和谐的氛围。同时自己也困惑，明明不是没有集体观念的人，可有些时候不喜欢参加集体活动，一直都是负责任的人，为什么某项工作即便自己有能力做，可并不想完成？表面上看起来乐观开朗，自信大方，但内心实际上敏感，也会怀疑是不是自己不够好，甚至主流价值追求的东西并不能对自己产生刺激，还有诸如不喜欢太吵闹的环境，时不时想一个人待着，思考意义，讨论深刻的话题，看起来有点不太合群。最关键的是，虽然外在可能没有表现出来，或者强迫自己伪装成合群的样子，但是自己内心有这些想法，而且也意识到自己或多或少和大多数人有些不同，因为坚持而很有主意，但同时也感到心累，容易内疚，莫名焦虑，时常处于紧绷状态等。有这些特质，并不代表你比别人脆弱，恰恰是因为有可能是高敏感族 HSP 而已。关于高敏感体质，不是一种疾病或状态，而是一种比较稳定和持久的人格特征。高敏感度人群不一定是内向型，30%的高敏感度特质的人是社交活动中的活跃分子。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敏感性人格，只是根据高敏感不同程度划分而已。
以下8个描述帮助你判断自己是否是高敏感人群。第一，感受力强，倾向于感性地对待事物。你是不是经常被人说有想法、思想深刻？那也许是高敏感人格。高敏感人格倾向于更深刻地感受事物，他们更易对事物产生情绪化反应。泰德·泽夫博士在《高敏感人群生存指南》一书中写道，他们喜欢在深刻层面掌握事物，他们有敏锐的直觉，会深刻思考，寻找问题的答案。换言之，当别人遇到困难，高敏感人群表现出同情心和大量关心，因为情感深入，当别人难受时，也能体会他们的痛苦。这有助于保持思维开阔，你可以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理解别人的遭遇。第二，更喜欢独自锻炼。高敏感人群会避开团队运动，因为他们对别人观察自己的每个动作感到不适。泽夫博士认为，大部分高敏感人群倾向于能独立完成的运动，比如跑步、徒步或骑行。这些运动可以在达到健身目标的同时，远离喧嚣，并且摆脱外界环境的刺激。但是在一些情况下，高敏感人群喜欢团体运动。如果他们的父母在成长中给他们提供支持的环境，让他们更容易融入到集体中，如果有家庭和好朋友的鼓励，则会在团体运动中也有优异表现。培养一个高敏感人，关键是帮助他们本身不会喜欢的活动，这样会让他们对冒险行为产生安全感。第三，需要更长的时间做决定，因为担心做错误或糟糕的决定。敏感的时候，即使没有正确或错误的决定，也需要更多的时间做决定。比如，比常人需要更多的时间决定吃什么，因为倾向于权衡所有的选项，即使已经有主意想点的菜，还是控制不住去想如果，然后根据介绍把菜单上可能的选择重新再过一遍。因此，在涉及到做出改变生活的重大决策上，比如想要搬到哪个城市，或者想要从事的职业，你可能感到力不从心，被每一个可能会产生的潜在结果淹没。第四，关注细节和小事。你对周围环境和人的变化很敏感，你会注意到细节，比如别人新染指甲的有颜色，台灯上一个新添的极小的裂痕。高感人格的你很难错过任何一个细节，因为你易于体会言外之意。一般来说，作为一个情感丰富的人，观察细节是一种习惯，因为每件事都强烈影响着你。第五，你高度注重礼节。当高度敏感时，会特别在意自己的表现，以及自己的行为如何影响他人。你会考虑到他人的需求，希望做事给他人提供便利，避免造成麻烦，即使在小事上也花费很多心思。比如说购物时，从哪里拿的东西会放回原处，以免给工作人员造成不便。高敏感人群会在晚饭结束后
考虑服务生的感受，并慷慨地留下小费。当没有表现出最好的礼貌时，会感到不舒服。第六，更容易产生焦虑和抑郁，尤其是过去有许多糟糕经历的人群。如果高敏感人格在生活中遇到很多负能量，多年的积累可能会发展成焦虑或者抑郁。根据艾伦博士的说法，当在环境中感到不安时，神经系统会经常在焦虑的状态中运作。神经系统是为了提醒潜在的危险。当它长期习惯于此后，你会长时间处于焦虑状态。父母对敏感人格的培养至关重要，要给予他们适当的关注度。如果父母让你因敏感而感到羞耻，那么就会阻碍你以有效的方式理解和利用敏感性帮助你成长。如果因为敏感而关心过度，那么会导致在现实生活中难以过渡和适应新的环境。第七，恐怖和暴力电影不是你的菜。当你高度敏感时，暴力和恐怖电影会过分刺激你。寻求刺激者可以从中获得肾上腺素飙升。意识到拒绝恐怖电影没有任何错误，你的神经系统会反射开心的信号，因为你做了最正确的选择。第八，你的很好的团队合作者。高敏感的人思考得更加深刻，是团队中不可或缺的一员。他们能分析情况，找到每个人的优势和特长，并利用这些优势和特长让团队运作更有效率。除此之外，还能在做决策时分析优势和劣势，然后成为最后做决策的人，会让你感到不适。相反，你还可以扮演谈判者的角色，帮助促进讨论，而不必做最终采取行动的人。利用好的方法给予适当的鼓励，能成就高敏人群成为卓越的领导者，因为他们可以感染同事，在遇到问题时保持思维开阔。有缘人，看到这里，你认为你是高敏感人格吗？你同意以上观点吗？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高敏感人格跟底层的人根本就没有办法融合，因为敏感、脆弱、善良，还带点懦弱的人，在底层是一定会被欺负的。如果你不及早去觉醒逃离底层，那你就会一辈子在底层被攀比、被比较、被贬低，最后活成一堆烂泥。高敏感人群其实属于大后期人格。什么叫大后期？就是有些性格它是前期发力，有些性格是后期发力。高敏感人群是属于后期发力的，前期基本上属于落后挨打的状态。前期吃亏上当受骗，从小在学校里承受不住学业的压力，抗压不行，在职场里饱受勾心斗角的困扰，不擅长左右逢源，看得懂，但是你不想参与。在亲密关系里，对爱和理解都有很高的需求，如果不能被满足，就会很痛苦。原生家庭也很拉拉胯，没有办法得到足够的爱和包容。但是后期，如果你把这些坎都迈过去了，就会真正的开始发力。
为什么你前期会吃那么多情绪上的苦恼？因为不被理解。如果你是一个高敏感的人，一定有人叫你不要那么钻牛角尖。你可能不明白别人为什么觉得你爱钻牛角尖，说你是多，因为别人没有办法像你一样敏锐地感知到可能的危险。你的直觉对事物的判断几乎是很少有偏差的，一点小事儿你就胡思乱想了，本质上是因为你从这点小事里感受到了即将到来的危机，或是被否定，或是被抛弃，或是被责怪。总之，你的敏感是强大的感知力和洞察力，你能预知将要到来的这种恶意。那么这种丰富的感知背后还有更深刻的孤独，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的，察觉到别人没有察觉到的，这个往往意味着别人没有办法去体会。你这种高敏感，一方面是由你的基因决定的，也就是说你天生敏感；另一方面是因为你小的时候经常面临危险，所以锻炼出了强大的感知力和共情力。可能你的父母经常评价你，指责你，约束你，否定你的想法和感受，这些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讲都是危险的，会让他有被抛弃的生存焦虑。所以你必须变得敏感一些，甚至讨好一些，才能避免这种生存焦虑。因此你很小的时候，你就能很快地感受出身边人对你到底是善的还是恶的。长大之后，如果你生活在底层动物性是很强的，恶意很多，对你敏感的情绪来讲就是灾难，不仅不会理解你，还会抨击你的敏感。但是如果放在认知高的圈子里，你的高敏感就是能变现的巨大创造力。各种研究其实都表明，高敏感人群比较适合什么样的行业？一般就是艺术资讯、公益培训、策划之类的。这些行业有两个优点，一个是自由度高，相对来讲比较适合高敏感人群自由发挥，没有那么强的束缚感，压力也没那么大。二是靠脑子吃饭的人，认知相对他比较高，人际关系比较和谐，基础的人和事相对比较正能量。一般人的高敏感发力阶段都在后期，就是30岁到40岁之间，该吃的亏吃了，发现原生家庭出身不好，给自己带来了很多影响，也学着去懂他人的不理解，这个时候才会去寻求真正的改变。所以希望处在这个年龄段的高敏感的有缘人都能去找到适合自己的圈子。有的时候改变环境真的比改变自己容易。你在底层生活的不好，有可能它不是你的问题，是你所处的圈层并不适合你。那怎么办？你的野心必须足够大，大到促使你努力学习，增强自己的专业性，不断地去改善自己，拔高认知，提高自己，进入更高的圈层，减少过量的人际交往。因为共情能力过高，很容易受到别人情绪的影响，导致自己怀疑自己。你不用自己怀疑，一门心思地向上爬就可以了。
屏蔽一切外界不认同的声音，坚持成为更好的自己。如果你高敏感，情商又低，好好学习一下，提高认知，不然你真的就只能困在底层了。高敏感的人要经历4次觉醒，才能够找到真正的自我。没有觉醒前，他就是一个每天自我怀疑、悲伤匮乏、消极厌世的魔童。那觉醒之后呢？他是一道每天自在喜悦、内心丰盛、显化好运、照亮这个世界的光。这4次觉醒是在探索了几百个高敏感的人他们的生命故事之后自动流淌出来的这么一个东西。每一次觉醒都是一次人生巨大的飞跃，希望对你有参考意义。你也看看自己正在经历第几次的觉醒。首先，在他痛苦到低谷的时候，可能会遇见第1次觉醒，遇见黑色生命力。黑色生命力就是一个人经历了极端的悲伤、压抑和委屈等这些低谷之后，从我们灵魂深处重新生长出来的那种更强悍的生命力。比如被领导扑到一蹶不振，被情感伤得撕心裂肺，被自己的内耗折磨的抑郁。然而恰恰是在这些绝望的时候、崩溃的时候，我们更容易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个黑色生命力。比如当你在感情中遍体鳞伤、破碎绝望，感觉整个世界都塌了的时候，那些情感上你所仰赖的东西，你所期待的东西，你害怕失去的那些不安全等等，全部都碎了一地。你所有的幻想在那一刻全部都破灭了，你的灵魂体系也全部崩塌。过去的那个你死了。当你放下对所有人的幻想和期待，这个时候黑暗生命力它就涌现出来了，给你新生的力量和智慧。就像尼采说的，那些杀不死我的，必将让我们更加强大。你终于在求不得的这个痛苦中过关觉醒，你开始领悟到所有的痛苦都是上天的考验。这一关如果你过不去的话，这个痛苦经历它就会一直循环，直到你自己觉醒。然后你开始看清过去的那些讨好、压抑、害怕、失去等等是多么的愚蠢和无知，你就开始把向外渴求和期待的那个心理去转向我们向内养育自己的心理。你开始踏上寻找自我的旅程。如果你还在痛苦中轮回无法觉醒，可以尝试我们来练习正念，用出世的态度抽离出真我，去看到我们自己这个 NPC 在干嘛。当你像电影一样去看自己一次又一次经历同样的痛苦时，你会更容易理解我自己有多傻。当你越来越连接内心的真我的时候，你越来越能获得来自觉醒之光的金色生命力。和黑色生命力的强悍和鲁莽相比，不同的是，金色生命力它是一种更温和、更智慧的这么一种力量，同样都能够让你觉醒，而且是那种更温柔、更透彻的觉醒。无论是阴觉醒还是阳觉醒，只要这一关真的过去了，恭喜你，
就步入了灵性觉醒的第一阶段。你开始放下对世俗的过度讨好，放下求而不得的痛苦，内心有了一点力量，但是自我价值还不是特别的稳定，你还是有很多自我怀疑的这种痛苦。那我们就来到了第二次觉醒，照见我是谁。你开始更深入地去了解心理学或者哲学、国学，以及各种探索自我人格的工具，什么 MBT、9型人格、星盘、八字、人类图等等。学着学着，你就想要去找人交流，然后参加各种各样自我觉察类的活动，线上或线下的。你见识到了各种各样的人格，可能你会在某些时刻遇到了某些人，突然就觉醒了，也可能是慢慢的觉醒。你终于明白了自己的独特性，比如你看见他人在敏感中挣扎，你才懂得自己并不孤独。你看到同类人所谓不务正业的方式成功，你才意识到按常理出牌，这是压根儿就不适合你。你看到别人必须要不断通过社交才能心安，才明白自己在角落里独自发呆也是一种超能力。你观察到别人有理性没人性，你才会珍惜自己的感性。你看到不同人、不同思想和不同的行为之后，你才会惊讶地发现，虽然我们都是人，但真的不是同一个物种，区别太大了。就像一个 INFJ 的朋友他说，遇见 MBTI 我才知道人和人真的太不一样了，我就是外星人怎么了？这就叫见众生，以人为镜，照见我是谁。然后我们看到别人生活中有了 touch 到自己的精彩，按耐不住的我们决定要去试一试。于是我们尝试了各种兴趣，探索了各种热爱，踏遍了各种圣地，才逐渐了解自己，明白自己的天赋，理解我们人类的渺小，看清了自己前行的方向。这个就是小小的见天地，以世界为棋局，看到我自己的角色位置。终于你遇见了等候已久的自己，终于你接纳了自己的不完美，终于你放下了那些自我怀疑，然后你开始整合内在的各个冲突的部分。比如说用自我整合的流派，我们开始从各个层面来重塑自我。比如说 NLP 6层的心智结构，开始追求当下的梦想，去构建各种的深度关系。那么到这里，你就步入了灵性觉醒的第二阶段，内耗解脱，心灵自由流动的自在性。这个时候，你内心好像还是有很深层次的一些悲伤的能量，限制性的信念在拉扯着你的后腿，卡着你的能量。这就需要我们第三次觉醒，去疗愈我们内在的匮乏。这个是关于我们真正爱自己的一个觉醒。为了更好地去追求我们的梦想，你开始疗愈内心的卡点匮乏。我们可能是参与各种各样的身心灵的课程、疗愈活动、冥想疗愈、能量疗愈、催眠疗愈等等。然后我们一边清理匮乏，一边爱自己，养育自己，去打破不配得感的那些限定信念之后，
你才算是真正有能量爱自己。然后你开始养育自己，给自己浇水施肥，像是对待绝世珍贵的植物一样对待自己。爱是这个宇宙中最强大的力量，你就会开始逐渐在阳光下绽放，去活出你内心的丰盛。到这里，恭喜你步入了灵性觉醒的第3个阶段，无条件爱自己的丰盛境。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拥有安全感之后，你开始拥有心想事成的显化能力。最后还有第4次觉醒，看到灵魂使命。但是这个要靠机遇，在找不到灵魂使命的情况下，我们做什么事都觉得没有持续的动力，遇到一点障碍我们就动摇，遇到别人的批评评判我们就放弃。那一旦你觉醒灵魂使命，你会非常的自律，自愿自在地去做一件事情。你会感受到人生是一个美丽的冒险，每一步都充满意义和乐趣，所有的困难都变成了你的垫脚石。就像尼采说的那句话，如果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那你就可以忍受生活加诸给你的所有苦难。那我们怎么看到灵魂使命的？要么是你不断地去尝试，要么接受到来自上帝的 calling， 或者随着你的疗愈、你的创造、你的修行，你的执念越来越少，自我价值越来越丰盛，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思维杂念减少之后，你的真心逐渐越来越释放，你越来越能活在当下。这个时候，灵性能力强的人可能让你会感觉到有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因为你会发现自己和宇宙的这个真我的连接会越来越强。或许有一天你就碰到了自己的指导灵，你看到了你整个生命蓝图，就是关于你的灵魂的计划，你整个生命的意图，你此时的目标，比如说你的灵魂身份，你的灵魂在这个宇宙中的位置，你的灵魂的品质，还有你今生的使命，你此生的目的的意义。灵魂希望你在今生想要完成的计划是什么？人生角色，你实现人生使命的方式和策略，你人生的能量属性是什么？还有生命课题，你需要克服和学习的重要课题是什么？灵魂升华的挑战的关卡是什么？还有天赋工具，你来到地球，你带的这个工具箱里面有什么宝藏去帮助你完成使命？有可能在禅定中，有可能在催眠中，也有可能在你的睡梦中等等，你都有可能去遇见自己的指导灵，然后你来到你灵魂的空间，看到宇宙的本质，然后让我们拥有源源不断的热情流淌出来，去更有意义地活出我们生命的质量。那么恭喜你找到了真正的自我。所以还在经历劫难的高敏感人一定要明白，高敏感代表你的灵性品质更高，你的灵魂身份更高。这个三高它是一体的，当你真正找到灵魂自我的时候，你所有的怀疑，所有的否定，所有的自我攻击，在那一刻全部都烟消云散了。请好好探索你的天赋，
利用好你的天赋，然后活出更高级的灵魂状态，也不枉我们此生的使命。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接纳自我。愿你成为自己的太阳。高敏感族人，你要挺住，你的未来不可限量。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